宋木宁，不是这样的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我怎么又回到这天了？22岁生日，选择和靳家三兄弟之一结婚的日子。你说这样有什么意思？宋木宁！女主惨死结局概率100%。宿主，这一次请您谨慎选择结婚对象。前3世被靳家三兄弟接连害死，就连不选择也难逃一死。系统，你想我嘎就直说，不要折磨我。宋小姐，手感如何？裴度，这个3S 级的反派大 boss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裴先生认识我？靳家三兄弟捧在手心上的公主，整个荆州有谁不知道？系统，你说如果我嫁给反派大 boss 会怎么样？请宿主谨慎考虑。横竖都是死，不如赌一把大的。既然我们这么有缘，裴总有没有兴趣跟我结个婚？结婚？你就不怕你那3个哥哥找我们麻烦？怎么，你怕了？宿主，你疯了！你懂什么？如果不是靳家三兄弟的男主光环，他们能是裴度的对手？我不管你是因为什么想法想要和我结婚，宋木宁，和我结婚后你就没有后悔的机会了。你想清楚了吗？我想清楚了，绝不后悔。女主惨死结局概率97%。太好了，这招真的有用。没想到我一上来就和反派大帅哥结婚了，这剧情够刺激，我喜欢。之前几世，宋木宁一旦死亡，我就会在不久后一起去世。为了活下去，这一次我一定要把宋木宁牢牢地锁在身边，寸步不离。安全带你忘了？宋木宁啊，宋木宁，虽然裴度是帅了那么一点点，但你也太不矜持了吧。宋木宁，你看到了吗？有的东西你留不住也争不来。谢谢你捡走我不需要的破烂们。这里面的女人就是柳曼，看着也不过如此。这靳家三兄弟什么审美？既然已经领证了，我们的婚礼也要着手开始安排了。婚礼的时间和场地你有什么要求吗？越快越好。那婚礼定在半个月后，可以吗？好，没问题。一切事宜我都会准备好的，你不用操心。这个靳思渊有完没完？现在回去，那可恶的三兄弟一定在家。现在有机会，倒不如好好跟大反派联络一下感情。裴总，有没有兴趣去做一点火辣的事情？有没有兴趣去做一点火辣的事情？现在？现在。这就是你说的火辣的事情？是啊。你看着这汤火不火，辣不辣？确实够火辣。你快尝尝，可好吃了。快，这个解辣。你吃不了辣，你早说啊。刚才裴度的表情怎么感觉不太妙？万一我把他惹毛了，我还怎么借他改变惨死结局？甜的，可以压压辣味儿。你要干什么？沾到炼乳了。
他该不会是害羞了吧？女主惨死结局概率92%。我明白了，裴度的好感值和惨死结局概率成反比。只要我能够成功攻略裴度，就可以彻底改变命运。时候不早了，我送你回家。算了，时间还充裕，心急吃不了热豆腐，今天就先放过他了。老公，拜拜。苏慕宁，金思渊，你干什么？放开我！就因为我们今天没有跟你去领证，你又是拉黑删除，又是深夜回家。苏慕宁，你什么时候能改改你的大小姐脾气？金思渊，你未免有些太高看自己了吧？苏慕宁，你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，我和你没有任何关系，我去哪儿了也不需要向你报备。每一次你生气就喜欢这样说反话，我不是跟你解释过了吗？曼曼生病，需要我陪在身边。至于婚约，你那么着急做什么？再等1年2年的，又能怎么样？更何况，你不是还没决定好要和谁结婚吗？金思渊，你放心好了，我不仅不会选你，你们靳家3兄弟我一个也都不会选。苏慕宁，你有完没完了？我都已经向你道歉了，你还要这样不依不饶？每一次只要是有关曼曼的事情，你就这样闹脾气，你已经不是小孩子了。金思渊，你是不是听不懂人话？听不懂的话，现在重回幼儿园好好学习学习。我的东西为什么在客厅？苏慕宁，你还好意思说？你为什么要在屋里放话？曼曼住进你屋里以后就一直在咳嗽，你是不是想害死她？大小姐，我知道你不喜欢我，可是你明知道我花粉过敏，你就这么讨厌我，想要置我于死地吗？所以你们凭什么不经过我允许，让柳曼住进我的房间？就凭这里是靳家，况且曼曼身体不好，你的房间朝阳，让她休息正好。你搞清楚一点，当初要不是我爸给你们靳家注资，要不是我爸妈舍命救下伯父伯母，你现在有机会在我面前说这是靳家，还是说需要让在瑞士休养的伯父伯母回来评评理？够了，慕宁，你一定要闹得在国外休息的父母都不得安宁吗？就是，这是我们之间的事情，你扯那些陈年旧事出来做什么？行，那我就用我的方式来解决。苏慕宁，你做什么？你说是这束花害得你过敏是吧？哎呀，不好意思，手滑了。柳曼，你不是花粉过敏吗？怎么现在不咳了，也不喘了？苏慕宁，你太过分了！不管曼曼是否真的过敏，你也不能这么对她。大小姐，你太过分了！有我在，我不会让别人欺负你的。晋之韵，看看你这深情的模样，要是让你那群粉丝知道了，表面上说着对恋爱没有兴趣的哥哥，背地里做别的女人的舔狗，该多心寒。苏慕宁，你别太过分了，真以为我们不敢拿你怎么样是吧？快点把视频删了，给曼曼和二哥道歉，不然怎么样？你够了，够了！慕宁，大哥知道，你因为今天我们没有去民政局的事情耿耿于怀，你心里有气，大哥不怪你，但是你别太过分了。这靳思渊的理解能力堪比一根成年香蕉，解释了那么多次，他怎么就听不懂呢？到家了吗？到啦。与其和他们浪费时间，不如好好休息。
思考如何拿下反派。这个季度，完了，是谁竟然手机没有调成静音？上一次市场部总监开会手机响了，就被裴总发派非洲开拓业务了，这回响4声。什么？居然是裴总的短信？难道是什么市场紧急危机？是我眼花了吗？裴度这个冷面阎王竟然在笑！手机那头的究竟是何方神识？不愧是我老公，就连手都那么好看。忙啊，忙点好。好饿，出门看看有什么好吃的。曼曼，恭喜你感冒痊愈。这是你之前说过好看的那辆车，我买下了，送你。我特意去南安寺求来的。那天人很多，还遇到了不少粉丝，不过还是求到了，据说很灵验，希望能保佑你平平安安。你看，我赢了比赛，一拿到就送给你了。曼曼，要是运气和平安能转移，我愿都转移给你。祝你余生平安喜乐。你们怎么这样一点小事也给我送礼物啊？真是太重视我了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。大小姐，你什么时候出来的呀？不好意思，我马上就把客厅收拾好。这是我们特意为你准备的，你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，有的人就是嫉妒自己没有。曼曼，你放心，有我们在，绝不会让他欺负你的。靳家言，送个奖杯还给你送出使命感来了，蠢货！宋母宁，你说谁呢？说你呢？我出来的时候可是半个字都没说呢。柳曼，你又是尴尬又是委屈的，搞得跟我欺负你似的，演给谁看呢？宋母宁，你抢什么？这是我送给曼曼的。靳家言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选手获得的荣誉奖杯所有权归属于俱乐部所有，个人不得随意处置。你这刚到手就送给他，你们俱乐部成员知道你这么慷慨吗？大小姐，你为什么总是要欺负我？你就看我这么不顺眼吗？我欺负你？看清楚了，这才叫欺负。大小姐，你是不是因为昨天生日，思源他们3个没有陪着你，所以才……怪不得昨天穆宁总是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，原来是因为忘记给他送礼物了。昨天的事情是我们不好，卡里有300万，就当做是迟到的生日礼物，想买什么刷我的卡吧。我老公裴度可是首富，会为这点钱折腰，真是笑话。抱歉啊，我不稀罕。既然你不要，那我们也不给你补办生日了，你不要后悔。放心吧，我绝对不会后悔。那你究竟想要什么才可以放过曼曼？穆宁，你是不是还是因为我们昨天没有跟你领证的事情在闹脾气？我说呢，从昨天晚上你就不对劲，原来是因为这个。果然，不把结婚证甩他们脸上，他们是不会相信我是真的不需要他们。我似乎忘记告诉你们了，昨天我已经结婚了，看到了吗？这是我的结婚证。穆宁，你不要因为我们照顾曼曼爽了你的约，就故意弄个假的结婚证来吓唬我们。曼曼之前车祸救了我们的命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你一个大小姐就不能让她吗？再说，
整个京城谁不知道？我们三兄弟喜欢你，谁敢娶你？看到了吗？裴度敢。已经过去1个小时了，他怎么还没回我？难道是出了什么意外？裴总，这个是这季度的。裴总，您怎么了？陈超，我有话要问你。我最近除了早退了2次去相亲，订飞机票给裴总订了普通票，给自己订成了头等舱，咖啡不小心洒在地毯上之外，应该没做什么了吧？裴总，你说。我有个朋友，他老婆早上给他发了5条消息，他说在忙以后，他老婆就没回信息了。你说这是为什么？除了您，哪有朋友结婚了？这不无中生有吗？裴总，根据我的分析，太太，您朋友的太太应该是生气了。生气？是啊，女人要的是什么？是热情，是情绪价值。您朋友就这么敷衍的说着在忙，她肯定是生气了。那我朋友应该要怎么做？当然是买一束鲜花，到他家楼下诚恳认错，热情的邀请他一起吃饭，陪他逛街买礼物啊。裴总，你去哪儿？再过2个小时还有和海外分部的视频会议呢。会议推迟，今天下午我有事。我马上就要和我的亲亲老公约会去了，本小姐不跟你们玩了。靖家人，你干什么？你别太过分了！过分？苏慕宁，过分的是你吧？慕宁，你明知道裴度和我们家是死对头，你和他结婚，简直是天方夜谭。就算是做戏也得做全套，不是吗？宋慕宁，欲擒故纵这种把戏玩多了就没意思了。志愿，大小姐，你怎么可以打志愿？我不仅打他，我还打你呢。柳曼，记住你的身份，你只是晋家的佣人，没资格对我大呼小叫。宋慕宁，你竟然敢打曼曼！我看谁敢碰他。老公，你来啦！靳家言，是你要碰我老婆？我去，反派说这句话的时候也太帅了吧！我差点都要心动了。这里是我们靳家，裴度你来做什么？这里不欢迎你。他是我老公，这里是我家，他凭什么不能来？我是宋慕宁的丈夫，来接她出门，天经地义。难道慕宁说的是真的？她真的和裴度结婚了？大小姐，你怎么可以为了气3位少爷编造出这样的谎言呢？还有你，裴少爷，您怎么能够陪着大小姐做这种无聊的游戏？您昨天明明是和王氏集团的大小姐一起去的民政局啊！她要是知道自己的丈夫跑来扮演别人的丈夫，一定会生气的。这柳曼在说什么梦话呢？昨天裴度明明是和我一起领的证。表哥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原来是那个时候。什么情况？难道昨天裴度是和其他女人约好了要结婚？大小姐，说到底，你做这些事还是因为少爷们没有去民政局和你履行婚约。可你不能这样毁了自己和靳家的名声啊！柳曼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你昨天不是生病在家吗？怎么那么清楚民政局的情况？难不成你会分身？还是说你专门找人来监视我？我才没有，只是昨天我的朋友去民政局碰巧看到的。宋慕宁，做错事的人是你，现在还想要把矛盾转移到曼曼的身上，我看你真是昏了头。裴总，虽然我不知道你和慕宁之间达成了什么交易，但请你注意分寸，这是靳家。宋慕宁，你这个谎话精，真的丢尽了我们靳家的脸，真是叔可忍，嫂不可忍，嘴闲就去舔马桶。
别在这叭叭，小嘴跟抹了开塞露似的，老往外喷。宋慕宁，你什么你？裴度这是？够了，靳总，我裴度从始至终只有宋慕宁一个妻子，不管你们相信与否，这都是无法抹去的事实。至于你，如果我再发现你颠倒黑白，挑拨我的妻子与他兄弟们之间的感情，我会让你知道什么叫做生不如死。今天我是来带我妻子出门逛街的，就不跟各位闲聊了。老婆，我们走吧。果然，他还是在因为没有及时回他消息的事情生气。我是不是该主动问问他和那个王氏集团大小姐的事情？不行不行，我跟他本来就只是假夫妻，问这么多，万一拉低了他的好感怎么办？快来。来了。我有话想跟你说。你先说。那我先说了，刚才柳曼说的那个王氏集团大小姐是什么情况？难道你昨天去民政局真的是要和她结婚？那我们之间……你想问的就是这个。王雨柔是我有血缘关系的亲表妹，只不过是在门口忽然撞见了，没想到到了那个柳曼的嘴里就变了个味儿。所以你们是亲戚？吓死我了，我还以为你们……以为什么？我怎么心跳的那么快？女主惨死结局概率88%。Yes， 概率又下降了。先不说我，你呢？早上没回你信息，你是不是生气了？这点小事有什么好生气的？哦，原来裴总是在担心我呀。那裴总猜猜看，我有没有生气？裴总，不好意思，刚才忽然有人超车。没事，下次注意。看来裴总这次是真的栽进去了。还以为裴度是性格暴虐的反派，没想到对下属都这么温柔。这样的人为什么会是反派大 boss？ 柳曼，你做什么？对不起啊，大小姐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去换一件不就好了？用得着大惊小怪吗？曼曼都已经向你道歉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就是，难不成还要曼曼跪下向你认错吗？可怜他还不知道他前几世是怎么被靳家三兄弟折磨。不过我们现在去哪儿啊？带你逛街。好耶，老公你真好。有的人啊，真是不把钱当钱花的，饭来张口，衣来伸手的。这靳家呀，迟早被你给败光了。王阿姨，这个是最新款的驴牌包包，你上班辛苦了，送你吧。算了，王阿姨，你提醒的对，这包啊确实挺贵的，我怎么能把这种东西送给了勤俭持家、辛苦工作赚钱的您呢？这些啊，还是留这种饭来张口、衣来伸手的人好了。宋慕宁，你耍我！大小姐，我妈妈只是说话直了些，她没有坏心思的，你怎么可以这样戏弄她？戏弄？你们不过是靳家雇来的佣人，主人家怎么花钱，还轮不到你们来指手画脚。宋慕宁，你一回来就惹是生非。就算王阿姨是佣人，也照顾了我们快20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你立刻给她道歉。那是大哥送给我的娃娃，不过就是靳家收养的一个小畜生，闹什么闹？我家曼曼想要，等他玩腻了再给你。王阿姨难受，叫丧呢！闭嘴，给我安静点。当年小小的老子受了你多少委屈，现在你以为我还跟小时候一样任由着你耀武扬威吗？道歉，难道不是王红梅挑衅在先我才反击的？靳思远，是非黑白你都分不清吗？王阿姨，难道是你先说了什么？我没有啊。好啊，既然如此，我们把监控调出来，看看究竟是王红梅挑衅在先，还是我欺负她在先。思远，我妈她也是为了大小姐好，你也知道的，
我妈她一个农村妇女，没读过什么书，就是关心则乱，没什么坏心思的。你放心，王阿姨是什么样的人，我心里清楚。靳思渊，就你这识人的能力，靳氏集团能活到现在可真不容易。还有你柳曼，不去当演员可真是可惜了啊！大小姐，你什么意思？本小姐今天心情好，不和你们一般见识。我警告你们，今晚别招惹我。闺女，你有没有觉得这宋慕宁和以前不一样了？自从她从民政局回来了以后，好像确实有些不同。那可怎么办？靳家三兄弟万一哪天又被这小贱人迷住，这煮熟的鸭子到手可别飞了呀！急什么？就算他变了，也不是我的对手。明天拍卖会，我要让他知道，无论他怎么改变，靳家三兄弟心里的人只有我。思渊、知问、佳言，我只是靳家的佣人，跟你们来这样的场合不合适呗？有我在，谁敢说不合适？看我不好好教训他！是啊，曼曼，在我们眼里，你早就是我们的家人了。等会儿有什么想要的，你直接举牌子，我给你报销了。真的吗，知韵？当然。可是大小姐会不会生气？不是吧，大姐，这都能扯上我？慕宁，等会儿曼曼看中了什么，你别跟她抢。凭什么？我想要的东西必须拿到。你已经什么都有了，为什么还要跟曼曼争？大哥，这里的东西动辄上千万的，慕宁口袋里哪来那么多钱？你放心好了，只要是曼曼想要的，我一定会帮她拿下的。不好意思啊，老娘有的就是钱。我有时候可能会因为工作来不及看消息，你要是想逛街了，刷我的卡。你哪来的钱？难道是裴度给的？他们两个真的是……大哥，你还真信了他说的话？他就是为了挑衅曼曼而已，你别搭理他。这拍卖会不是珠宝首饰就是古董花瓶的，真没意思。接下来为大家介绍本场拍卖会的压轴拍品——玻璃种帝王绿翡翠项链，种水剔透如凝冰，色泽浓艳如帝王，堪称典藏级绝品。起拍价2000万。这个不是母亲遗失的传家宝吗？没想到竟然会出现在这里。妈妈，这个亮闪闪的是什么呀？这个叫翡翠，是我们宋家的传家宝，等到慕宁长大以后，就要交到慕宁的手里。属于我们宋家的东西，我绝对不会让外人抢走。2100万，2200万。曼曼，你什么时候喜欢上翡翠了？我母亲的生日快要到了，我想送给她。思渊，你要是觉得不合适，我就不要了。怎么会？王姨为我们靳家工作了10几年，怎么会不舍得？2500万。思渊，这太贵了。这点小钱你不用放在心里。2600万。3000万。3500万。大哥，这风头可不能让你一个人全出了。跟我抢上眼了是吧？大小姐，这个项链我真的很喜欢，想要送给母亲做生日礼物，你让给我好。凭什么？这个项链是我慕宁，如果你喜欢，我可以给你买一个适合你的翡翠项链，这个你让给曼曼。是啊，慕宁这个项链并不是适合你。我看啊，你就是看曼曼想要，所以故意抢的吧？亏我还想着跟他们解释，一群瞎了眼的蠢货。5000万，算了，这个项链还是让给大小姐吧。5000万实在太贵重了。只要是曼曼喜欢的，别说5000万，就算是上亿我也帮你拍下来。6000万，1个亿。这宋慕宁不是靳家大小姐吗？怎么一家人抢起来了？我听说啊，是靳家三兄弟移情别恋，喜欢上了家里的佣人，这大小姐气不过呗。这抢的哪里是项链，分明是面子和尊严啊！看来这靳家大小姐的心被伤透了。大小姐，拍下后可是要立刻验资的，你真的拿得出这笔钱吗？宋小姐，请出示您的资产证明，请输入密码。完了完了，昨天光顾着兴奋，忘记裴度说过的密码是什么了。密码错误。笑什么？只是手滑按错了而已。密码错误。大小姐，要不还是算了，你就道个歉好了。拍卖行或许还会通融一下，要是被定义成恶意竞拍，后果很严重的。这丢的不仅是你的脸，丢的还是靳家的脸啊！够了！宋慕宁，你一而再再而三做出这样的事情，为的就是引起我们的关注吗？平时在家里也就算了，现在在外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你还要这样吗？你有没有那么多钱？你心里没数吗？我裴度的女人花钱，还需要你们指手画脚？小笨蛋，怎么密码都忘记了？
谁让你设置那么复杂的密码？好，我的错。现在还需要验资吗？不用了。好看。裴度，你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和宋慕宁拉拉扯扯，你就不怕你老婆知道生气吗？我老婆不是在这儿吗？他说的应该是王雨柔。王氏集团是我母亲的产业，连这都不知道。我看这晋家要毁在你们三兄弟手上了。难道说宋慕宁和裴度是真的？这个贱人真的嫁给了首富裴度？从今天开始，我希望你们所有人记住，宋慕宁是我裴度的妻子，侮辱她就等于侮辱我。如果谁想和整个裴氏作对，可以试一试。我们回家。哎，刚才你看到没？柳曼还有晋家那三兄弟表情都难看成啥样了？那表情跟吃屎了一样，太解气了。裴度，这次真的谢谢你。这个项链其实是我宋家的传家宝，在我父母去世后就消失了。我没想到竟然能够在这里碰到。原来这个项链对他来说意义如此重大。以后属于你的东西，只要有我在，谁也拿不走。傻瓜。那个，我只是太激动了，裴总，晋家那群我什么都没看到，你们继续。羞死人了！上来。完了，我这次真坏了裴总的大事。女主惨死结局概率88%。表面正人君子，实际上偷偷增加好感。没想到裴度还是个闷骚款的。原来那个贱人真的嫁给了裴度。曼曼，你跑那么快做什么？我看大小姐好像生气了，所以追出来想跟大小姐解释一下的。她就是被我们惯坏了，你不用管。伯父、伯母，你们回来了。你还好意思说？我们要是再不回来，你都不认我们了。怎么会呢？不会就好。我让王妈做了你最喜欢的糖醋小排，待会儿咱们就开饭吧。宋慕宁，我还没告诉你吧，晋家那2个老不死的也都是被我杀了。现在你们可以到地下团聚了。前4世，伯父伯母都死于大火之中，当时我以为是天灾，没想到竟然是柳曼洞的手脚。这一次，我不仅要改变自己的命运，伯父伯母的命运我也要一起改变。老爷夫人，晚饭做好了。曼曼，你也坐下来一起吃啊！佣人就要有佣人的样子，谁家佣人和主人家同桌吃饭？伯母干得漂亮！不用了，家言，我等会儿跟我妈一起去小厨房吃就可以了。爸妈，曼曼从小跟我们一起长大，又不是外人，你就让她坐下来一起吃吧。是啊，妈，你们不在的时候，曼曼也都是跟着我们一起上桌吃饭的。怎么？你这是在怪我回来了，耽误她不能跟你们一起吃饭？慕宁，这个项链不是当年你母亲的传家宝吗？你什么时候找到的？在今天的拍卖会上。当年这个传家宝在你父母出事以后就消失了，没想到现在又回到了你的身上，真的是缘分啊！这个项链是你的传家宝，你为什么不早点说？是我不想说吗？难道不是我的好哥哥们当时根本没有给我说下去的机会吗？慕宁，这婚期都定下了，你还没告诉我你选了这3个臭小子里的哪一个呀？伯母，他们3个我一个都没选。你没选他们？那是谁和你领了结婚证？你这么单纯，是不是被人骗了？怎么办？要不明天我陪你去把离婚证给领了。伯母，你放心吧，我没骗，我嫁的是裴度，他对我特别好。裴度？你说的是那个首富裴度？大小姐，我不知道这话当不当讲，但是我从小在晋家，没有晋家就没有我的今天。我必须说一句，裴总心机沉重，万一他什么？没什么，是我不该多嘴，你知道就好。慕宁，你能不能少说2句？爸妈才刚回来，你就闹得全家不得安宁。就是啊，宋慕宁，你有没有点千金小姐的样子？怎么那么刻薄？晋家言，你的耳朵和眼睛是装饰品吗？
你是没看见还是没听到？是他在那里阴阳怪气挑衅我。怎么，只许州官放火，不许百姓点灯？伯母，你看到了吗？你们不在家的时候，哥哥们就是这样欺负我的。我告诉你们几个，没有穆宁的父母，就没有我们靖家的今天。你们要是谁再敢欺负穆宁一下，我让你们都滚出靖家！妈，你别被他骗了，他跟裴度根本就是假结婚。够了，我相信穆宁说的，他不是不知轻重的孩子，不会拿这种事情开玩笑。伯父、伯母，我先回屋了。裴度的事情等明天再跟你详细说。对不起，大小姐，都是因为我才惹得您不开心，我向您赔罪。你别碰我！怎么样，烫到哪里了？王姨，快打电话叫医生！宋慕宁，你是不是故意烫伤曼曼的？给曼曼道歉！道歉？鸡汤是他自己端的，也是他自己松开了手，我凭什么道歉？思月、君月、佳言，你们不要怪大小姐，都是我自己没有扶稳。事情是因你而起，现在曼曼受伤了，宋慕宁，你必须道歉。没有做过的事情我不会承认。我要是想欺负柳曼，也不会用这种暗戳戳的方式。看清楚了，这次才是我故意的。下次你要是再敢招惹我，我泼的就是脸了。宋慕宁，你太过分了！靳佳言，你给我住手！今晚的事情我看得清清楚楚，你们谁再敢招惹穆宁，就给我滚出靳家！宝贝，午餐刚做好，快吃点。不用了，我要去跟我的亲亲老公选婚纱钻戒了。伯母，我先走啦，你们慢慢吃。你还有心情吃？你小时候最喜欢的不就是穆宁了吗？这穆宁马上就要和别人办婚礼了，你都不急吗？这穆宁马上就要和别人办婚礼了，你都不急吗？大哥，你看我考到你的母校了。你说过你喜欢聪明的女孩子，其实我一直以来喜欢的都是你。等我大学毕业，我们就结婚好不好？妈，你放心吧，关于穆宁我自有打算，更何况穆宁从小就爱慕我，怎么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移情别恋？干什么？我和叶家大少爷谈恋爱了。你笑什么？昨天我才和叶家大少爷的未婚妻一起吃饭，今天你就跟我说你跟他恋爱了。穆宁，能不能不要总是玩这些无聊的游戏？谁让你答应周末陪我逛街，结果却和柳曼出去了？穆宁从小到大就爱玩这套假装恋爱惹我们吃醋的戏码。从他宣布和裴度结婚那天后，裴氏和靳氏竞争的西郊项目就紧急改变了策略方向，能让裴度这么陪他玩，恐怕是拿着靳氏的资料和他做了交换。你好，这是您预约的钻戒，这款可是我们的镇店之宝，还是影帝靳之韵代言的呢。靳之韵？是啊，今天正巧靳影帝在咱们店里宣传拍摄呢。二位买下这款钻戒的话，还可以跟我们靳影帝的合影哦。宋慕宁，你能不能不要总是这样黏着我，有意思吗？我粘人？靳之韵，你能不能不要那么自恋？我今天是跟我老公来选戒指的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昨天我在家说了要到商场来，要做推广活动，你就带着你所谓的老公来了，你敢说不是故意的？天啊，竟然是靳之韵！之韵太帅了，真巧啊！要是你的粉丝知道你是个虚假的双面人，还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反应呢？靳之韵，论颜值、论身高、论家世，你比得上我老公的一根手指头吗？宋慕宁，我劝你们啊，换个代言人。毕竟一个随意点评顾客的代言人，要是说出去了，不仅有损品牌格调，还拉低了品牌的档次。宋慕宁，你给我闭嘴！夫人说的有道理，我会联系这个品牌的总部提出这个问题的。老公，我们还是换家店吧，这家店的代言人真的让人很不舒服哎。好。抱歉，我并不知道这个产品是靳之韵代言。这有什么的？只要是你送的都可以，你就算送我个易拉罐戒指我也愿意啊。当然，不能真的送。放心，我一定送你一个最大最好的钻戒。走吧，我们去试婚纱。你怎么不说话？是很奇怪吗？很美。女主惨死结局概率80%。宋慕宁，你怎么那么没出息？反派还没被你攻略下来呢，你当时要被反派攻略成功了。算你识趣。宋小姐，这套婚纱简直就是为您量身定做的。另外这些也都包下。好的。买那些做什么？感觉都挺适合你。曼曼，这个不是宋慕宁吗？她怎么会和首富裴度一起试婚纱啊？
宋慕宁，你不过就是一个养女罢了，凭什么踩在我头上？就算是你不嫁给金家三兄弟，我也绝对不会让你安稳的过上好日子。大小姐，你回来了。柳曼，这是我的婚纱，谁允许你穿我婚纱的？对不起，大小姐，我不知道这是你的，我还以为是思渊他们送给我的惊喜。惊喜？送你婚纱做惊喜？怎么，你们是打算原地结婚了吗？柳曼，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，婚纱礼盒上写的是我的名字。你是瞎了还是以为人人都是笨蛋，相信你那套漏洞百出的借口？你现在就给我脱下来！好，我现在就去脱，求大小姐你别生气了。不过就是个婚纱而已，慢慢穿一下能怎样？我前几世怎么没发现金家妍这么臭不要脸的人？这婚纱是你的吗？啊，原来不是你的呀！看你这么大方，我还以为你才是婚纱的主人呢。既然不是，那就给我滚一边去！够了，宋慕宁，你还要装到什么时候？我装什么了？我已经知道你是拿了晋氏集团在西郊的方案，和裴度达成了某种协议，让他来陪你演这出戏，但戏演得太过头就没意思。人家裴度是首富，稀罕用这种下三滥的方法。所以你一直都在演戏。那今天已经带着裴度故意在我的面前刷过存在感，怎么还不够吗？演戏还演上瘾了？慢慢喜欢就给他，这婚纱我买下了。好好跟你说话，你们都不听是吧？那行，你们要是不怕我一不小心把柳曼的脸给刮伤了，我就自己来。别，我现在就去换下来。不好意思，大小姐，刚才我脱的时候不小心把它弄破了。哦，那你可真是不小心啊！宋慕宁，你疯了！宋慕宁，你这个疯子，毒妇！你竟然对麦麦下这样的毒手！他毁了我的婚纱，我毁了他的头发，一报还一报啊！报警，必须报警！没问题，必须报警！柳曼损害他人贵重财物，如果我没记错，这件婚纱的价格是这个数，我肯定是不会接受调解的。到时候你们就只能到监狱里面去看你们的曼曼了。是我的错，大小姐生气也是应该的，你们不要为了我再惹大小姐生气了。对不起，大小姐，都是我的错，请你消消气，原谅我吧。虽然曼曼毁掉了你的婚纱，但是你也剪了她的头发，婚纱的钱我会给你，这件事就到此为止。大哥，婚纱的事情该怎么跟裴度解释才好呢？有了。裴度，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我回家以后发现柳曼在试穿我的婚纱，等她脱下来以后，发现婚纱都被她弄坏了，根本就没办法穿了。明天就是我们的婚礼了，可怎么办啊？别着急，本来就觉得那件婚纱不是很适合你，正好给了我一个机会，我送你更好的婚纱。裴度，真的谢谢你。作为丈夫对你好是应该的，不用对我说谢谢。早点休息，明天见。明天见。系统，你说像裴度这么完美的人，竟然是反派，这也太不合天理了吧！女主惨死结局概率70%，70%又降了。裴度，你可真是我的幸运男神。慕宁，这么多年，我早就把你当成了我的亲闺女了，这一晃你就要嫁人，还真是舍不得。伯母，我会时常回来看你的。如果裴度那小子欺负你了，你就回来告诉我们，我就算是拼上老命，也会给你讨个公道。慕宁，爸妈，慕宁和我们赌气胡闹就算了，你们怎么还跟着他一起胡闹？说是要结婚，这裴度的面
你们见到了吗？什么叫赌气胡闹？穆宁是真的要嫁人了，你们看不见吗？看见了，看见了，他又在闹脾气，甚至还串通你们一起做戏。既然你那么想玩，那我们就陪你玩玩，看看等会儿到底会不会有人来接亲，也顺便看看你的演员演技如何。差不多过去半个小时了，还没人来。之前不是还演得挺像的吗？现在演不下去了。好了，穆宁，你也闹得差不多了，赶紧把婚纱脱了吧。你闹了这么久，说到底不就是因为半个月前我们在民政局爽你的约吗？这样，我们现在一起去民政局，你选一个。思源值文加盐，我妈妈出车祸了。别急，慢慢，我们马上到。抱歉，我来迟了。别担心，王姨会没事的。大哥，这是宋慕宁真的嫁给了裴度，不是演戏。慢慢，这里有知韵和佳言陪着你，王姨也没什么大碍，我有急事就先走了。思源，慢慢，我已经叫好了护工，经纪人刚给我发了消息，我先不留在这里了。慢慢，我也有点急事，抱歉。三兄弟人呢？他们看到宋慕宁那个狐妹子结婚的直播，全部赶过去了。你呀你，这都留不住人，那可怎么办？妈，别担心，这会儿宋慕宁和裴度仪式也办了，证也领了，他们3个过去也于事无补。到时候3个人那不是任你女儿我挑？哎，是还没少。对。苏慕宁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女主惨死结局概率68%，我愿意，我愿意。慕宁，别开玩笑了，快点从上面下来。慕宁，你这次玩笑开的有点过分了，别闹了。爸妈，我们都已经来了，你还在惯着慕宁演戏吗？如果你们不是来祝福慕宁的，现在就给我立刻滚出去！爸，慕宁早就告诉过你们他和裴度领证的事情，是你们自己不愿意相信，现在又出现在这里，阻碍他们的婚礼，成何体统？慕宁，你先下来，我们好好谈谈，可以吗？靳思渊，我们之间有什么好说的吗？如果你是来祝福我和裴度的，我自然欢迎；但如果你是来破坏我们的婚礼，就请出去。慕宁，难道你忘了吗？你之前说过，未来一定要做我的妻子，你忘记了我们曾经的约定了吗？慕宁，我把户口本带着了，你再重新选一次好不好？慕宁，你还在跟我们开玩笑对不对？你怎么可能真的和裴度结婚？玩笑，我一早就说过，我真的已经和裴度结婚了，是你们自己不相信，现在又来故意搅乱我的婚礼，是何居心？我早就听说了，这靳家3兄弟为了家里的女佣对宋大小姐爱答不理，现在看到人家真的嫁给了裴度，倒是着急了。可不是嘛，你看看他们那3兄弟失魂落魄的样子，真是活该呀！保安，把他们轰出去！你会后悔跟我结婚吗？现在仪式都完成了，你说的是不是有点晚了？也不知道裴度身材怎么样，我就悄悄看一眼。想看可以大大方方的看。我去上个厕所，你先睡吧。
没想到裴度睡着的样子比醒着的时候还帅。那个，我觉得我们的进展还是有些太快了，我们可以慢慢来。累了一天了，快睡吧。苏慕宁，你满脑子都在想什么呢？现在尴尬了吧？裴度，你睡着了吗？没有。我可不可以开个小夜灯？没有光，我睡不着。怎么了？是不舒服吗？我好像有点认床，没有阿贝贝我睡不着。阿贝贝？就是我的玩偶大狗狗。明天去拿你的阿贝贝，今晚你就勉强凑合一下，把我的胳膊当作是你的阿贝贝吧。没有我的阿贝贝软，不过勉强凑合一下吧。没想到睡着了以后还挺可爱的。女主惨死结局概率65%，女主惨死结局概率62%，女主惨死结局概率55%。我平时睡觉很乖的，昨天只是意外而已。没事，能理解。我今天有事要先去公司一趟，车钥匙还有卡都在客厅桌上放着，有需要你直接拿。好。我这是怎么了？一想到宋慕宁，心跳就变得异常。喜欢上对方了，我喜欢上宋慕宁了。裴总这是彻底沦陷了。裴总，您对这个方案意下如何？裴总，方案可以，就这个。今天会议结束。星宇，真的是你？你回国了？好你个宋慕宁，你不把我当朋友是不是？结婚这么大的事情都不告诉我一声。前几世从系统的口中听说了，在我死后，星宇独自一人调查我的死因，最后被晋家逮捕，导致家族破产，最后穷困潦倒。我已经在裴度家门口等着你了，今天晚上不醉不归，你必须把你和裴度的事情老老实实的告诉我。没问题。喂，那个，你今天晚上回来吃饭吗？还没确定，怎么了？我好朋友回国了，我今天晚上要和他一起出门，想要告诉你一声，晚上我就不在家吃饭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怎么感觉裴度的语气听起来不是很高兴的样子？算了，他嗓音天生就这样，和星宇见面才是最重要的事情。裴总，这个方案情况不对，先留。干杯！说说你跟裴度是什么情况？我可是听我爹说过，这裴度是出了名的不近女色，这些年来有多少名媛千金在他的面前碰了一鼻子灰，你是怎么拿下的？怎么拿下的？既然我们这么有缘，裴总有没有兴趣跟我结个婚？这得多亏了在民政局被我那3个哥放鸽子，然后就碰到他了，缘分到了，挡都挡不住。当然了，更多的还是因为本小姐的魅力实在难挡啊！得了便宜还卖乖，怎么一直有人给你打电话？大概几点结束？我去接你。我和星宇正在酒吧，可能还要再聊一会儿，不用来接我了。慕宁，你是不是知道我今天要来这里谈生意，所以特意在这里等我的？靳思渊，你未免也太把自己当回事了吧？我和星宇来这里喝酒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正好我们有机会当面说话，听我的，跟裴度离婚好不好？靳总背着我跳墙角，未免有些不合适吧？靳总，大庭广众之下拉扯我的妻子，不合适吧？
我和慕宁从小青梅竹马长大，我们之间更亲密的事情。季子渊，你什么叫做更亲密的事情？我跟你之间清清白白。就是我作证。慕宁，你告诉我，你和裴度结婚是不是因为他威胁了你？威胁？季思渊，你脑残小说看多了吧？我承认，曾经确实瞎了眼喜欢过你，但现在我眼睛好了，分得清楚谁才是我喜欢的人。我现在过得很幸福，能不能请你不要打扰我的生活了？他现在很幸福。有些人啊，失去了才懂得珍惜，迟喽。但现在我眼睛好了，分得清楚谁才是我喜欢的人。我现在过得很幸福，能不能请你不要打扰我的生活了？难道慕宁真的喜欢上了裴度？思渊，我可以进来吗？进。思渊，我浴室的水龙头坏了，可以在你这里洗个澡吗？你洗吧。天冷了，快回屋吧。思渊，妈妈现在在住院，我好担心她，你能不能陪我说说话？我已经找专家去帮你母亲治疗了。天不早了，你回去休息吧。思渊，我烧到39度了，你可不可以在家陪我？我答应了曼曼，今天要陪她去迪士尼玩。你自己吃点药。我真是个不折不扣的畜生。慕宁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求求你回到我的身边好不好？怎么感觉裴度从回来之后表情就怪怪的？裴度，你……宋慕宁，我嫉妒了。嫉妒？嫉妒什么？我和慕宁从小青梅竹马，我们之间更亲密的事情都做过。裴度不会是吃醋了吧？宋慕宁，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？宋慕宁，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？昨天我一定是喝多了，怎么能做出这种事呢？想到什么了？脸那么红？没什么。女主惨死结局概率40%，首次跌破50%，请宿主继续努力。首次？难不成概率还会回升不成？今天有什么安排？需不需要我让陈超陪你一起？不用了，我今天要去晋氏集团一趟。晋氏集团？女主惨死结局概率持续升高，即将突破50%。怎么回事？难不成裴度他是吃醋了？是晋伯父叫我去的，好像是要讨论关于我父母移出给我的股份问题。我没别的意思，只是关心一下而已。警告解除，死亡概率再次降至40%。我正好上班顺路，送你一起过去吧。好嘞。伯父，慕宁，裴度对你怎么样？伯父你放心吧，裴度他对我好着呢。之前你刚毕业，我一直以为你会选择思渊作为你的丈夫，可这小子偏偏不争气。所以我想啊，你是时候可以到公司来上班了。毕竟这个晋氏集团有一半是你父亲当年的心血呀。前几世光想着怎么改变自己的结局，倒是完全忽略了自己的事业。好，没问题，那就劳烦伯父你帮我安排了。慕宁，你怎么来了？晋思渊，晋氏集团好歹也有我的股份，我来公司天经地义，怎么这你都要管？裴度是不是欺负你了？大哥，这是我们夫妻之间的小情趣，你能不能不要多管闲事？慕宁，我还有些话想要跟你说，你跟我到办公室一趟吧。不必了，我老公还在楼下等我呢。大小姐，您怎么来了？宋慕宁怎么会在这里？思渊，我来给你送午饭了。助理会帮我准备午饭，用不着你。以后你别来公司了，影响不好。
他怎么了？难道在晋氏集团受委屈了？所以他是因为金之韵在哭。裴度，警告！警告！惨死概率提升。我又做什么招惹到这尊大佛了？裴裴度，裴度，哎呀，呼吸不过来了！我真是疯了！宿主，再不快点阻止，死亡概率就要超过60%了。嘿，老公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刚才那样吓我一大跳。裴度该不会是吃醋了吧？别乱动，系好安全带，我要开车了。不管了，豁出去了。不要，我要你帮我系。是不是吃醋了？吃醋？你在开什么玩笑？你刚才为什么哭？你不会以为我是看到晋之韵哭了吧？难道不是？当然不是了，我怎么可能对着她哭？刚才是因为有灰尘吹到眼睛里了，所以我才流眼泪的。哦，裴总果然是吃醋了吧？吃醋？我吃醋？今天老晋总跟你说什么了？他说让我可以考虑一下进入晋氏集团工作。你是怎么想的？我想去。进入晋氏对你的个人能力确实会有不少的帮助，但以我对靳思云的了解，他不会那么轻易的对你放权。进去后你的压力应该不会小，而且我不希望你太累。如果你想找个工作，裴氏可以给你更好的资源和支持。当然，无论你选择哪个，我都会支持你。谢谢我的老公大人。不过晋氏集团也有我父亲一半的心血，我不想把父亲的心血交到晋思院的手中，更何况我不是还有你吗？油嘴滑舌。女主惨死结局概率30%。能够获得影帝这个荣耀，我非常开心。在这里，我想要感谢一个人，那就是宋慕宁。慕宁，你看到了吗？宋慕宁，宋慕宁又是宋慕宁！他们3个自从知道宋慕宁真的和裴度结婚了以后，全都变了。思渊整天失魂落魄，对我不理不睬。知韵明明说过，如果获奖会感谢我，可到头来竟然只提了宋慕宁的名字，凭什么？论样貌，我柳曼哪一点比他宋慕宁差了？我绝对不会轻易认输。慕宁，靳之韵回来了。慕宁，知韵，你怎么喝了那么多酒？慕宁，你看，我成影帝了。你之前答应过我，如果我成为影帝了，就考虑和我结婚。可你怎么可以嫁给裴度那个混蛋？慕宁，我后悔了，求求你跟裴度离婚好不好？我们现在就去领证，我保证以后只会对你一个人好。好，我们马上就去领证。知云，我们先休息好不好？知云，你醒了。知韵，你怎么了？昨晚我喝醉了，都是误会。误会？那可是我的第一次。曼曼，你知道的，我一直以来喜欢的都是慕宁，你想要什么我都可以补偿你。可是我想要的是你的人，更何况宋慕宁已经结婚了，他跟你已经没有可能了。我会让他回心转意的。
该死的宋慕宁，又是因为你！有这个视频在手，晋之渊，我看你还想怎么逃！看这个玩偶是不是特别像我？你带在身边，想我的时候看着它，就像是我在你的身边。慕宁，我该怎么办？我真的已经后悔了。不，一定还有挽回的机会，大哥一定能够想到办法。大家好，我是宋慕宁，初来乍到，请大家多多指教。听说了没？就是他，空降的总监，看起来才刚大学毕业吧？这么年轻，什么来头啊？我听柳小姐说，是哪位大佬被包的情妇。我前2天还看他跟小靳总拉拉扯扯呢。小靳总人中龙凤，当然不是那种秃顶的中年男人可以比得上的，也不知道掂量掂量自己几斤几两，还敢追求小靳总。包养的情妇，靳思渊的追求者。怎么，我说错了吗？昨天你在公司里缠着靳总，我们可都是亲眼所见，还能有假不成？更何况你上豪车的事情，公司门口的监控可都拍到了。你敢不敢把刚才的话再重复一遍？怎么不敢重复？你就是一个被包养的情妇，还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想攀上小靳总。你说完了？刚才你说的话我都已经录音了，诽谤、侮辱、传播不实言论，损害了我和公司的名誉，你已经构成了严重违纪。简单来说，你被开除了。你以为我是夏大大啊？你说开除就开除，我可是在金氏集团工作了6年的老员工。就算你是60年的老员工，也照样开除。他来做什么？二少，您怎么来公司了？要不是我来看到了，还不知道你们怎么欺负慕宁。靳总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是柳小姐跟我说的。之渊，你怎么来啦？我不是说过让你以后不要来公司了吗？我只是担心你。柳曼，记住你的身份，你不过是靳家的女佣而已。靳氏集团不是什么人都可以随意进出的。你不是小靳总的未婚妻吗？怎么会是女佣？我未婚妻？柳曼，谁给你的胆子在外面说你是我的未婚妻？早就听说了靳家收养了去世大股东的女儿，之前一直以为是柳曼，没想到她竟然只是个女佣。是啊，每一次她来公司的时候都是一副女主人的架子，谁知道竟然是个冒牌货。宋慕宁是公司持有30%股份的董事，以后要是再敢让我听到一句诽谤他的话，无论是谁，通通开除。是该好好管管这些人的嘴。慕宁，初来乍到你还不习惯吗？我来带你熟悉一下公司环境。说话就说话，你伸什么手？我告诉你，我可是有妇之夫，我老公气量小，他会吃醋的。慕宁，你不是一直想要去我们小时候一直去的糕点铺吗？我陪你去吧。不用了，我老公会给我买，不需要你假惺惺的。诗月，你来剑氏集团怎么没有跟我说一声？早知道我们就可以一起过来了。我去哪儿还需要跟你报备吗？不用，我只是关心你而已。柳曼，麻烦你搞清楚你自己的身份，你不过是靳家的女佣而已，主人家做什么和你一个佣人没有任何的关系。曾经柳曼就是这样，对于我们3兄弟都有着超越了一般界限的暧昧和关系。每当我想要再进一步时，他总是会解释着我把你们当做了自己的亲哥哥。我竟然真的被他拙劣的谎话蒙骗了那么多年。你们要演偶像剧，能不能换个地方？挡着我的路了。哼，这2兄弟也真是有病，之前爱柳曼爱得死去活来，现在一口一个女佣的，一点面子都不给。男人心，海底针啊。慕宁，我有话想要跟你说。靳大影帝如果想要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下不来台的话，我也不介意。思渊，我真的不知道公司里流传出我是你未婚妻的事情了。柳曼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我警告过你，以后不要出现在靳氏集团。如果再有下次，靳家你也别待下去了。看什么看？一天没见了，老公，我好想你啊！你今天和靳思渊见面了？这你都知道？你身上有他的香水味道，很浓。这
这都能闻出来，裴度你属狗的吧？你不会是吃醋了吧？还不开车？今天有人在公司造谣说我是被大佬包养的情妇，这件事情闹得挺大的。金思源估计是听手下说了，所以赶过来碰到了而已。怎么没有第一时间告诉我？你有没有受伤？那个造谣的人抓到了吗？哎呀，放心，没事，都已经解决了，都是柳曼在捣鬼，传谣的人也已经被开除了。下次遇到这种事情，第一时间联系我，我不只是你法律意义上的丈夫。怎么了？你不是给大少爷送饭吗？饭盒呢？别提了，不知道靳思源现在是被宋慕宁下了什么迷药，竟然当着公司所有人的面说我只是靳家的女佣，明明以前他从来都没有否认过我们之间的关系。那这可怎么办啊？当年我们故意制造的车祸，就是为了让靳家三兄弟对你死心塌地。现在靳思娇翻脸不认人了，我们那么多年的努力可就白费了呀！小心！快叫救护车！靳思渊翻脸不认人了没关系，还有靳之晕和靳家言，我就不信这兄弟三个全都回心转意了。原来当年的车祸是你故意制造的。不是的，志云，你听我解释。这几年来，我们三兄弟把你当做救命恩人，对你百般纵容，甚至无数次为了你伤害了慕宁。可你现在告诉我，这一切都是算计！柳曼，你可真是厉害啊！你们母女二人，现在立刻给我滚出靳家！二少爷饶命啊！二少爷当时是我们鬼迷心窍，可这10几年，我们母女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！立刻滚出去！二少爷饶命啊！妈，别说了，靳之晕是你逼我的。柳曼，你设计我！设计是你们逼我的！你们明明都为了我伤害了宋慕宁那么多次，为什么在他结婚以后又一个个的回心转意，装作爱他的样子？靳之约，你别忘了，视频里是你对我主动的。柳曼，你究竟想要什么？我要你娶我。你休想！那你就等着这个视频传遍网络，让所有人都知道大影帝的真实面目。你在威胁我？是你先逼我的！如果你敢放出去，我会让你知道什么叫做生不如死。现在给我立刻滚出去！妈妈，现在咱们被赶出靳家了，可怎么办啊？难道努力了这么多年就要功亏一篑了吗？既然他们两兄弟这么对我，我也不会让他们好过。妈，等会儿我打开直播以后，你记得给靳佳妍打电话，告诉他我要自杀。我要控告影帝靳之晕有性强奸！我靠，这么劲爆！佳妍，不好了，曼曼被靳之晕啊，现在要被二哥，王姨，你开什么玩笑？我没有开玩笑，曼曼现在在天台开直播，还放出了视频啊！二哥怎么会？小心！那当时为了救下我们险些丧命，于情于理，我也不能看着他就这么死了。你这个贱女人，一定是你勾引了我家哥哥！佳妍，你怎么样？佳妍，我现在就叫救护车。我没事。佳妍，你别吓我呀！怎么样，好看吗？好看。这是柳曼，这靳佳妍也真是个痴情种，
手掌中了这么一刀，以后恐怕打不了游戏了吧？这么关心他？这哪里是关心，分明是幸灾乐祸。你说我穿这身合适吗？上次婚礼只是匆匆打了个照面，他们会不会不喜欢我？我老婆这么美，谁敢不喜欢？油嘴滑舌。伯父伯母，晚上好。怎么这么见外，还叫伯父伯母呢？爸妈。女主惨死结局概率25%。25%？怪不得裴度这小子这么喜欢你，长得真是水灵。这个是当年裴度的奶奶给我的传家宝，现在我就交给你了。这太贵重了。裴度这小子从小就孤僻，我还担心他呀这辈子都得打光棍儿。幸好有你愿意和我们家这小子结婚，是我们家该感谢你呀。我一定会好好珍惜的。好了，别在外面站着了，快进屋吧。那个，我想先去趟卫生间。小红，给少夫人带路。完了，老宅太大，我忘记去餐厅的路了，还是打电话让裴度来接我吧。手机怎么这个时候没电了？算了，先进屋看看有没有充电的地方吧。晋家三兄弟移情别恋，女佣柳曼为了柳曼放宋慕宁鸽子。4月20日下午2点民政局，这不是我生日那天去民政局的时间吗？裴度为什么会知道这些？难道他的出现根本就不是意外？还是说他想要从我的身上得到什么？裴总有没有兴趣跟我结个婚？我看谁敢碰他。好看。难道这段时间只是我一个人的一厢情愿吗？慕宁，你在哪儿呢？裴度为什么要调查我和晋家三兄弟的事情？尤其是最开始在民政局的碰面，根本就不是巧合。难道他接近我是为了什么目的？心脏好疼。怎么还不睡？还不困。今天晚上吃饭的时候就感觉你不对劲。我们是夫妻，有什么事情告诉我。我真的可以告诉裴度吗？慕宁，裴度，这句话应该是我问你，你有没有什么瞒着我的事情？我能有什么瞒你的？我今天走错了房间，看到了一张白板上写满了我和晋家三兄弟的事情，难道你不想跟我解释一下吗？都看到了。说出来你可能不信，但这其实是我活在这个世界上的第5世。我察觉到我前4世的死亡都与你有关。我知道你会在生日那天去民政局，选择和晋家三兄弟其中的一位结婚。你嫁给他们会面临什么样的结局？所以最开始在民政局的相遇是我计划好的。应该说在你领证前的1个月的时间里，我一直在调查关于你的事情。但是在我们这段时间的相处中，我已经喜欢上了你。慕宁，裴度，我知道你一时间听到这种事情会恐惧害怕，但我是认真的。我没有不相信，因为我也重生了4世。我选择和你结婚，也是想要赌一把，看看能否改变自己惨死的命运。只是我从来都不知道，原来我们的命运彼此挂钩。怪不得在民政局你会异常的选择了我，甚至对晋家三兄弟的态度发生了那么大的改变。女主惨死结局概率20%。我承认，我最开始也只是为了改变惨死的命运，但现在的我是真的已经喜欢上了你。女主惨死结局概率10%。可是我还不知道接下来会不会发生什么意外。如果你……其实我知道怎么样可以改变惨死的命运，这一切都和你有关。和我有关？其实和你结婚后，我会知道自己惨死的概率，这一切应该与你对我的好感成反比。那现在我的死亡概率是20%，不，刚才已经降至了10%。明明我们已经确定了心意，为什么还有10%？我想这一切可能和柳曼有关。第4世的时候，晋家的三兄弟我一个都没有选择，却被柳曼从楼梯推下死亡，所以我想这最后的10%可能跟他有关。这一次有我在你的身边，我保证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。我相信你。靳先生，刀伤到了您的神经分支，屈肌腱也完全断裂。虽然我们已经进行了紧急修复手术，
但也只能做到恢复日常的生活水平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我以后没有办法再打职业比赛了？请您节哀。佳言，对不起。佳言，对不起，我真的没有想到金智运的粉丝会找上来，甚至做出这样的事情。和你没有关系，都是我自愿的。柳曼，你还有什么脸出现在这里？二哥，你做什么？曼曼是我们的救命恩人，救命恩人。我亲耳听见，当年所谓的救命之恩，是他和王红梅设计的，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对他感恩戴德。甚至和他的那一夜，还是他趁我醉酒故意录下的视频。佳言，你被骗了。所以一切都是假的。我为了这样的一个贱女人，毁了自己一辈子的事业。不是的，佳言，我可以解释，你要相信我。贱人！我已经正式向你提出了诉讼。10年前你们母女俩蓄意制造车祸，涉嫌故意伤害，还有你对之韵造成的名誉伤害，这些事情够你在里面待10年了。你们不可以这么对我，我为你们做了那么多。做了那么多，柳曼，你做了那么多，为的难道不是晋家女主人的位置？也是我们愚蠢，从未调查过当年的事情。现在给我立刻滚出去！你一定会后悔的。静思渊，我会让你知道伤害我的代价。难道是宋慕宁的生日？静思渊，既然你对我无情，就别怪我狠心。我倒是要看看这些资料放出去，静氏还能得意多久。慕宁，慕宁，你来了。慕宁，你们来做什么？慕宁，这是你最喜欢的玫瑰，我想说，我们重新开始，好不好？慕宁，我们已经知道了柳曼的真面目，把他赶出了晋家。是啊，宋慕宁，我们才知道，原来当年的车祸是柳曼一手的策划，我们已经知道错了。你太让我失望了。这样有什么意思？前世的那些经历还历历在目，我不会再傻下去了。想让我原谅你们？休想！你们对我造成的伤害，哼，以为一句轻飘飘的对不起就可以解决了？只要我宋慕宁活着一天，我就绝不会原谅你们。什么？晋氏的资料被泄露了？这是怎么回事？对不起，是我的失误，我没有想到柳曼居然会……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，最重要的是下周的海外投标，所有的核心内容都在柳曼取的那批文件里。我已经安排工作组重新制作标书了，希望还有机会可以挽救。至于柳曼，裴度已经派人去找了。柳曼，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？晋思渊，我已经一无所有了，现在我也要让你尝尝我的痛苦。柳曼到底还想做什么？喂，慕宁，喂，柳曼，你想做什么？做什么？等会儿你就知道了。喂，慕宁，发生什么了？立刻去查夫人现在在哪儿。醒了？柳曼，你要做什么？做什么？难道你看不出来吗？我要你死在这里！你疯了！杀人偿命！我要是出事了，你也会死！宋慕宁，我盗取晋家的商业机密、伪装车祸的事情都曝光了，不会以为我还有活路吧？
我这一辈子已经毁在了你们靳家人的手里了，我就算是死，也要拉你们一起陪葬。宋慕宁，有别了！救命啊！救命！裴度，慕宁，慕宁，裴度，是你吗？喂，裴总，已经找到柳曼，把他控制住了。先打一顿，把他扔到警局门口，我要让他一辈子都关在牢里赎罪。怎么样？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我没事。疼吗？不疼。你骗人！对不起，如果不是我，你就不会受伤。傻瓜，让你受伤本就是我的错，是我没有照顾好你。裴总，快看新闻！完了完了，打扰裴总好事了。裴总，夫人，你们继续。站住！什么新闻？今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是针对我们三兄弟之间事情的回应。靳氏集团因为我个人的监管不力，导致核心商业机密被泄露，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。所以，从即日起，我将辞去靳氏集团的所有职务，将名下的所有股份转移给宋慕宁。前段时间，在网络上流传的视频确实为真，我难辞其咎。当年进入娱乐圈，也是因为慕宁随口一句想要看我演戏，希望我可以站在荧幕前闪闪发光。现在他不要我了，所以我也没有继续的必要了。从今日起，我将永久退圈。曾经我误信了柳曼的话，一次又一次的伤害了慕宁。现在我已经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了代价，这只手这辈子再也打不了职业比赛了。慕宁，对不起。看那么认真，心疼了？是啊。还敢不敢了？裴总，你几岁了？女主惨死结局概率0%，恭喜宿主改变惨死命运。我成功了，我改变惨死命运了。请宿主选择是否离开世界。不离开，这一世我已经找到了想要相伴一生的存在。什么不离开？裴度，遇到你真好。遇到你也是我的幸运。